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今天咱们要聊个人，科技圈里的顶流 AI 教父，人称皮衣刀客黄仁勋，老黄。不过今天不夸他，咱们要聊聊这个老黄是咋撒谎的。我先给大家讲个笑话啊，有人呢去菜市场买菜，总爱先捏捏这西红柿，然后呢一脸真诚的问这个菜贩子：“老板呀，你这个菜新鲜吗？”哎，你说你指望这个菜贩子怎么回答？他能跟你说啊，我这菜放了3天了，蔫了吧唧的，你可千万别买啊！他肯定是拍着胸脯跟你说，放心，刚从地里摘的，带着露珠呢。最近啊，英伟达这事啊，就给我同样的感觉。我们知道老黄在撒谎，老黄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撒谎，就这么个俄罗斯套娃式的默契。啥事呢？就是英伟达卖给咱们中国的特供版芯片 H20 被咱们国家点名了，说你这里头啊是不是有后门啊？这 H20 芯片啊，大伙儿可能不陌生啊，就是国际版性能砍掉80%的阉割版，专门卖给咱们中国的啊。本来嘛，你为了做生意，遵守这个美国的规定，搞了个阉割版，我们捏着鼻子也就认了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啊，哎，你不但割了一刀啊，你还可能在里头藏了另外一把刀，后门。这就好比啊，你买了个阉割版的路由器，这个网速啊慢点就算了，结果发现啊，这个厂家还能随时远程监控你家摄像头，这谁能忍啊？今天啊，咱们就来扒一扒这老黄的这盘菜啊，它到底新不新鲜？话说7月31号啊，咱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啊，就是网信办，直接给这个英伟达发了个通知啊，措辞很严肃啊，说你那个卖到中国的 H20 芯片啊，被怀疑有后门和安全漏洞，请你立刻做出声明，把相关材料交上来。这一下啊，就像是班主任啊，在这个全班面前点名啊，黄仁勋同学啊，有人举报你考试作弊，请你到讲台上来解释一下。这英伟达那边反应也快啊，当天深夜就发了个声明，声明写的那叫一个滴水不漏啊，我给大家念念啊。我们的芯片没有后门，也没有办法让任何人通过远程控制来操作它们。哎，你听听啊，多干脆多决绝啊！不知道还以为老黄受了多大委屈呢。但是哦，哎，你仔细品品这句话，简直是废话文学的巅峰之作啊！你看着像个澄清，实际上一个有用的信息啊都没给。他回避了2个最关键的技术细节啊。第一啊，你的固件能不能 OTA 更新？那啥叫 OTA 更新呢？说白了啊，就是你的芯片能不能像咱们的手机系统一样，趁你睡觉的时候自己偷偷联网下载个升级包。要是能啊，那今天没后门啊，明天它能自己给你生一个后门出来，你找谁说理去啊？老黄，你咋不回答呢？这第二啊，那个传说中的一键自毁开关到底在哪儿啊？这玩意儿是直接坐在芯片的核心里，还是说坐在服务器的主板上？这区别可就大了啊！哎，要是坐在这个主板上，我们这边的高手啊，买回来拆开一看，哦，原来在这儿呢，直接给你物理阉割掉。但是要直接刻在这个芯片的核心里，那就跟孙悟空的金箍一样啊，那咒语在人家手里啊，随时能让你头疼啊！老黄，你又沉默了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英伟达这个回应没有数据，没有技术说明，没有代码披露，就是一句干巴巴的官方腔调，完美的避开了所有关键问题。这不就跟那个菜贩子一样吗？他只能说啊，我的菜是新鲜的，他总不能说我的菜有5%的概率打了过量农药吧？他必须得说没有后门啊，哪怕这话说的他自己都心虚啊。这事呢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，不是这个英伟达能不能证明自己没后门，而是他根本就证明不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他背后啊站着一个大佬，美国政府。去年呢，美国那帮议员就嗷嗷叫啊，说要在中国所有的数据中心里啊，给那些高端 GPU 啊安上一个 Q Switch， 一键按下去就能让你上万台服务器瞬间变成砖头，整个数据中心啊陷入黑暗，那场面真是想想都刺激啊！这个不是口嗨啊！美国国会今年5月份啊，就正儿八经的提出了一个芯片安全法案，这白字黑字就写着，以后啊往外面卖的先进芯片必须强制植入追踪模块和远程停机功能。你听听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国家层面的耍流氓啊！你家卖的菜刀必须带一个遥控自爆装置，这个遥控器啊在我手里，所以啊，这个老黄啊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啊。对中国他得说啊，大哥我没有后门啊，你信我呀。一回头对这个美国政府啊，他得说，老板你放心啊，后门我装好了，绝对隐蔽。
这种事儿啊，咱们中国企业也经历过。当年华为的通信设备卖到全世界，也被西方国家天天嚷着有后门啊。这个华为是怎么做的？特有种啊，直接把100%的源代码，就是产品的祖传秘方，交给了英国政府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审查中心，说来。这是我家的钥匙，你们自己派人进来，翻箱倒柜，随便看看到底有没有鬼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自信啊，这叫坦荡啊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英伟达想自证清白，那华为已经把标准的答案都给你写在黑板上了。老黄，你敢不敢抄作业呢？你敢不敢把你的芯片、固件代码、通信协议、电路图啊，甚至每个硬件 IP 核的来源都拿出来给咱们瞧瞧？你不敢呀，因为你知道啊，你一拿出来，咱们这边啊，中科院、华为各大高校里成千上万的芯片研究员啊，能戴着白手套，拿着放大镜啊，把你这芯片拆的底裤都不剩，然后指着图纸问你，老黄，来解释解释啊，你管这个叫安全机制？其实技术圈啊早都分析过了，搞个后门啊根本就不需要改动硬件那么麻烦，就在固件里买几行指令就行了。平时呢是休眠的，一旦被特定的数据包激活啊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活。想查出来啊，除非你有特征码，不然啊跟大海捞针一样。所以啊，这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啊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。你让这个黄仁勋怎么做政治承诺啊？他敢拍着胸脯说美国国土安全部从来没有找过我谈话吗？我看他自己都不信哦。聊到这儿啊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，那既然美国人一直这么不地道，为啥咱们以前不吭声呢？问得好啊，咱们国内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傅啊，可能都见过一种会自动解体的电路板，就是上世纪70、80年代啊，咱们进口的一些什么录音机啦、电视机啦，用到一定的年限，里头的这个电路板就会自己莫名其妙的坏了。其实啊，就是人家在材料里做了手脚，所以啊，对美国的芯片可能有后门这事儿啊，业内人士啊那是一点都不奇怪。反而是他没后门啊才叫新闻。那以前呢，咱们是闭口不谈，不是因为咱们傻啊，也不是因为咱们大度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咱们没得选啊。那个时候咱们的技术跟不上，先进的生产设备、高端芯片都得靠进口啊。人家在上面做手脚，你就算是发现了，你也没能力说不啊，因为你不用人家的，你的生产线就得停，你的发展就得慢下来，那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啊。但是朋友们，时代变了啊！这现在的情况是，咱们自己的国产芯片虽然跟这个英伟达的顶级货比还是有差距，但是已经不是零了啊！咱们的备胎啊已经能用了，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挺好用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黄仁勋那个特供版在中国卖不动，他都急得亲自来中国了好几趟啊，到处拜码头，急得跳脚了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手里的牌啊没那么好使了。主动权开始慢慢的向咱们这边转移了。以前啊是我们求着他买，现在呢是他求着我们买。那好啊，既然你想做我的生意，那咱们就得坐下来啊，好好谈谈条件了。美国会打国家安全的牌，咱们也一样可以啊。你的芯片有安全风险，威胁到我的国家安全，那对不起哦，你得先解决这个问题。现在呢，这个皮球就踢回给了美国，就看你是为了维护你那虚无缥缈的霸权，死活不松口，看着自己的企业丢掉全球最大的市场，还是选择务实一点，让这个企业活下去，继续赚钱。我估计啊，短期内啊，这个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啊，不会一下子就崩盘，毕竟它的生态太强大了，很多公司还是离不开啊。但是吧，有2件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啊。第一呢，国产替代会疯狂加速。这次事件等于给所有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啊，把身家性命全压在别人身上是多么危险。大家会更有动力、更有决心的去研发和使用国产芯片。那第二呢，英伟达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了。就算这个事儿最后不了了之，最信任的裂痕啊已经产生了。以后这个英伟达的芯片再想进来，延迟发货，接受更严格的审查，都可能会成为常态。它每卖一块 GPU 要填的这个问卷呀，要签的这个条款只会越来越厚。这看似只是一个芯片的后门之争，这本质上是中美2个大国博弈的又一个投影。这芯片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新石油啊！谁掌握了芯片，谁就掌握了未来的主动权。既然是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，那这个门槛自然就高了呀，规矩自然就多了呀。英伟达这家公司啊，毫无疑问依旧会赚得盆满钵满。
但那个躺着就能把钱赚的黄金时代啊，可能就真的要过去了。这江湖啊，就是这么现实呀。你们说啊，老黄这个人他冤不冤呢？我觉得吧，他既不冤又挺冤的。说他不冤嘛，是因为他作为英伟达的掌门人，享受了全球化和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红利。咱们中国市场可以说是喂饱了英伟达这头 AI 巨兽啊，他是赚的盆满钵满啊。那么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不能光吃肉不挨打，对吧？那你说他冤在哪儿呢？他就像一个被两个巨人啊夹在中间的小饼干。这一边呢是中国，是他的金主爸爸，是全球最大的市场，得罪不起啊。这另外一边呢是美国政府，是他的顶头上司呀，手握法律和长臂管辖的大棒，更不敢不听话呀。所以你看老黄这几年的操作啊，是充满了反复横跳的艺术啊。一会儿跑到这个台湾省说台湾是重要的国家，激怒大陆网友。一会儿呢，又跑到这个大陆来啊，穿着这个东北大号扭秧歌，大喊啊，我爱中国！这精神分裂般的操作，这背后啊，全是生意，全是无奈啊。他想两边都不得罪，但是结果往往是两边都不讨好。这次这个后门事件啊，就把他的这种困境啊推到了极致啊。这是一个电车难题啊，一头是美国政府的强制法令，这另外一头啊是中国市场的信任和准入，他往哪儿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所以啊，他只能选择撒谎啊，选择模糊处理，希望能够蒙混过关啊。但是这事也给我们了一个巨大启示啊，这个核心技术国之重器啊，真的不能假手于人。咱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啊，从这个银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啊，到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啊，再到咱们自己的空间站，这哪一样不是被这个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啊？然后咱们自己咬着牙从零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搞出来的。这个芯片也是一样哦，这条路很难走啊，要烧钱，要花时间，要耐得住寂寞，可能还要经历很多次失败，但这都是必经之路啊。因为只有当你自己手里面有牌的时候，你才有资格上桌跟人叫板。就像这次啊，如果我们国内啊完全没有能替代 H20 的方案，那网信办可能就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发难了。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追赶的底气啊，我们才有了谈判的筹码啊。所以啊，咱们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，看到这类新闻呢，除了吃瓜和看热闹，骂两句老黄不地道之外啊，更应该做的是给咱们自己的国产芯片产业多一点支持和耐心。这老黄的菜到底新鲜不新鲜啊？其实答案早已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了。重要的不是它的答案哦，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儿啦，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